2026年5月，厦门，海风还带着那么一点点潮湿的咸味，阳光打在鼓浪屿的老石板路上，看起来风平浪静。但就在同一时间，网络上已经炸开了锅。一条消息，短短几个字，语 quote 赤焰，谭松韵成待续，5月底厦门开机，语 quote 转发量在1小时内突破了10万。评论区里有人直接打出语 quote我命由我不由天语 quote， 有人发出一张捂脸大哭的表情包，还有人只留下3个字语 quote 等好久了。语 quote， 你们可能会问，一部新剧开机凭什么这么炸？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件事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。谭松韵，很多人第一次记住这个名字是因为《最好的我们》里那个叫耿耿的女孩，眼神干净，笑起来带着点傻乎乎的甜，走路都像踩着棉花。那一年她23岁，整个华语剧圈都记住了这张脸，青春期最标准的模样，带着一种无可替代的新鲜感。后来是以家人之名里的李尖尖，还是甜，但开始有了重量。再后来锦衣之下、锦心似玉、归路，每一部都是口碑作，每一部都让人说语 quote 谭松韵，她是真的会演戏的那种语 quote。 但你们不知道的是，就在今年，她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预料到的事。2026年3月，我的山与海在央视8套黄金档开播。谭松韵在里面演一个从20岁演到50岁的女人，素颜晒黑，主动下工厂体验流水线，把西南方言一遍一遍磨到不留痕迹。从语 quote 国民甜妹语 quote 到语 quote 国民实力派语 quote， 她用这部戏悄悄完成了一次蜕变。很多看完的人说哭了不止一次，但说不出来为什么，大概是因为那种真实太有力量了。这个档口，一部新剧的开机消息出来，主演是她，另一半是待续。待续这个名字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第一时间反应过来，但如果你认真刷过这几年的好剧，你一定见过她。她不是那种会在物料图里抢先刷屏的类型，但只要镜头给到她，你就知道这个人是认真在演的。她的眼神里有一种东西很难形容，不强迫你注意她，但你会忍不住一直看。业内有句话叫语 quote， 戏骨不一定是老戏骨语 quote， 待续大概就是这一类。然后就在赤焰开机消息出来的前几周，一件更好玩的事情发生了。2026年5月，待续在综艺《风华合伙人》里做了一件事，他用零道具，完全靠身体语言和表情反串表演了一个女生的场景。现场的周柯宇一开始还在鼓掌，后来直接愣住了，嘴微微张开，整个人的表情是那种语 quote 我没想到你能演成这样语 quote 的真实震惊。那一段视频被剪出来，配上音乐，流传速度快的离谱。评论区开始有人说语 quote 谭松韵，你看一下这个，你的对手戏演员是这个级别的语 quote。 也就是在那个时间节点前后，赤焰的消息开始在网上流传。如果你也觉得这件事不简单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。八卦的逻辑一向是这样的，两个人能不能成为话题，靠的从来不是粉丝硬推，而是那种不经意间冒出来的，让人觉得语 quote 哦，原来你们是这样的语 quote 的化学反应。谭松韵和待续有没有这个化学反应？从目前流出的消息来看，周柯宇也会在赤焰里参演。这个组合表面上看是语 quote 甜系女主加实力男主加高颜值配角语 quote， 但往深了想，这3个人各自在最近都处于某种微妙的爆发期。谭松韵刚完成了一次公认的角色突破，待续靠着那段综艺彻底打入普通观众视野，周柯宇则是在经历了一段相对沉默之后，重新出现在大众面前。3条线同时在5月底的厦门交汇。厦门这个城市本身其实也挺有意思，它不是横店，不是北京，不是那种你一说就知道语 quote 哦，又是那里语 quote 的拍摄圣地。厦门拍出来的东西，画面里自然会带着一种南方的温度，光线比北方柔，空气里有点海的诗意，拍情感戏会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贴近感。这种氛围
配上赤焰这个名字，与 quote 赤与 quote 是烈是热是某种很难压制的情绪，与 quote 焰与 quote 是火是燃是一旦点着就停不下来的那种状态。光是这个名字就已经让人开始期待了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们最期待的是谭松韵和戴旭的哪种对手戏风格？是张力型的拉扯，还是那种克制的欲说还休的细腻？我们把时间往回拨一拨。2016年，谭松韵靠《最好的我们》出圈，那是一种很纯粹的青春感。他自己也说过，那个时候演戏是靠感觉，靠直觉，靠天然的共鸣。但10年过去了，他开始说另一种话。为了《我的山与海》，他去工厂待过，磨过方言，素颜面对摄像机，让自己变得与 quote 不好看与 quote。他在采访里说，这次不想再靠感觉了，想靠理解。理解角色，理解那个年代，理解那种女人一辈子走过来的重量。这种变化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。有些演员出道时靠气质，靠脸，靠那股天然的劲，然后在岁月里慢慢靠惯性滑行。谭松韵的选择不同，她把自己最熟悉的那把牌打乱重来了，这是一个很需要勇气的决定。而戴旭从来都不走那条依赖外形的路，他积累的东西是那种横在屏幕后面不发光但很厚实的东西。和谭松韵的与 quote 蜕变中与 quote 相遇组合起来会有什么？这个问题赤焰会给我们答案的。今天说到这里，最后我想说3件事。第一件，谭松韵走到今天是真的在用积累说话，从耿耿到方婉之，跨了整整一个演员的生命周期，中间没有走捷径，这种踏实值得被看见。第二件，戴旭这次能进入大众视野，靠的是一段零道具的真实演技爆发。这提醒我们，好演员从来不需要靠通稿、靠物料、靠话题绑定来证明自己，他们只需要一个镜头。第3件，也是最重要的，赤焰5月底厦门开机，周柯宇参演，谭松韵主演，戴旭主演。这部剧的信息目前还非常有限，但这3个人凑在一起，已经足够让人停下来认真等一次了。有时候最好的期待就是那种还没开始，但已经知道不会让你失望的预感。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心动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下一期继续聊你们想看的那些故事。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最期待赤焰里的哪段剧情？是开局就发糖，还是先虐后甜？我们下期见。